在用了大疆的这个运动相机 Action 41个多月之后，发觉上这个除了拍影片之外，娱乐、记录、休闲生活，那还有就是在工作上的运用，发觉少了一个配件哦。那原本我有买这个，就是前几集有说到的这个胸带，像这个胸带，它是背在胸前的第4角啊。那我发觉我缺少了一个头带啊。那现在已经到货了，那一样是买泰讯的。那来看看开箱，它这个外包装，这也是大陆生产的哈。这种铝箔包，是深圳的泰讯。那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工作上有需要，那就是有时候在查验这个货品的时候，那地方比较昏暗，大部分都是仓库里面，那有时候仓库灯光太微弱，那造成用手机照相不足，那就想到说，那我干脆用这个运动相机来做记录。那我买的这个一样是可以挂在安全的头套上面，绑在安全帽上面，或者是一般我们的棒球帽帽子上面。那这个的好处是说，这个可以拆下来，快速拆扣，快速拆卸。第一个提上来，这样推，原来是这样，提上来推出去，那这个这边还有个止滑垫，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单独提炼出来看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那这个搬起来之后就可以夹在帽檐，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边也有这个止滑球，那我们拿一顶帽子来看一看。那因为如果挂在胸前的话，这个视角会比较固定，除非你转身。那我在工作的时候又必须要转来上下左右都要查看，所以方便做记录的话，这样就是最好是用头带，这个也可以直接夹在这个帽子上面，这个还蛮紧的，还不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还蛮紧的，看起来好像还不错。这个可以推得很紧。那当然了，吓我一跳。这样的话紧一点，势必会比较好一点。好，那我们把这个磁吸的固定座把它拆过来，磁吸固定座把它拆过来，接看看。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因为我有2个，当初买套装的时候有2个，那我们再把它转一下，运动相机开机一下，直接扣这样戴上去就可以了。那等一下我们在户外再实拍看看，那最主要是就这样套上去就可以，最主要是要有可以拍摄到这个你头转动上下左右转动的时候，顺便把这个需要拍摄的物品或者是机构把它拍摄起来。接下来除了这个头带之外，我又加买了2个配件，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配件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本体，那我们先把它移到上方去，所以就加买一个这个快扣，磁吸的快拆冷靴口，那这个说实在的，小的也不便宜，400多块，快500块。那这个目的是干什么？
那就是磁吸的快扣啊，冷靴口啊，像这样把它扣上去啊，扣上去哦，那扩充，因为我不想再买这个别的副厂牌的这个兔笼保护壳，然后我想说这个比较好按，那如果有的那个。像幽兰子的啦，或泰逊的，它都是变成凹进去。那如果我要作业的时候，就不太好作业。那这个一样，这个磁吸的啊，按下去把它拆下来啊，只是要知道说，哎，这个正负极它颠倒了啊，那这样就可以冷靴口。那这个冷靴口到底要干嘛用的？就是有时候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这个好，在仓库里面比较暗，那变成说就不太好拍摄影片啊。那你也大家也都知道哦。那这个开箱有一个说明书合格证好，那我们就把它丢到旁边去。我们看一下本体。那为什么会买这个？其实也有一种是那个符合这样磁吸快扣的，直接扣上去，但是它的那个。照明度不高哦，那只有 1.7 瓦而已。那我买这个虽然比较贵一点，其实也贵不了多少啦。那个 1.7 瓦的加上磁扣的，那变成说它要300多块，啊，这个只有400多块，不到500块。我的 Type C 的充电线，哦，知道就好。那这个就是这样，啊，我的目的就是这样。把它扣起来，把它拴起来，这样就可以补光了。那再加上这个头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背面看一下，这是 on off 有灯光，这个6瓦的，还蛮亮的。那 1.7 瓦可能不够，因为我自己有在那个小型的手电筒，那个3瓦的哦。那这个应该色温也可以调哦。我们来看一下，我把它拆下来，那组合起来整体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用头带的时候，如果说单独的用这个快拆扣哦。我们讲说用这个加上帽子的话，也会头重脚轻，不太稳固。那如果再加上这个磁吸的快扣、冷靴口，再加上这个，虽然这个也蛮轻的，再加上这个补光灯，那会觉得说会头重脚轻很严重。那最好还是要这个头带套上去，我不要直接用这个快扣夹的式的快扣，那稳定度可能会不高，而且头重脚轻，那变成说你要把那个你要把那个帽子戴得很紧那不如上头套比较舒服。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刚刚拍的这个戴头套在行走的画面以及它晃动的程度。那随后我们来看这个。补光灯这个是 K 值右手边 K 值我们可以调暖色调我们需要白光白光冷色调白光这个是亮度调节钮，再增加亮度，增加减少亮度它就是要按一下。它也可以持续按，让它增亮持续按一下增亮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那这个官方说明说是49颗啦那49颗加上它这里也配有冷靴口，你也可以扩充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冷靴口，也可以再次扩充其他设备，譬如说是麦克风啦等等的装置。那这里也有1/4的螺丝孔那你是要用哪一种装置？反正就是摄影机配件的，通通都有。OK， 那我们把它锁好
那戴起来就是这个效果哦，可以看到整个组合起来就是这个效果哦。那这个原厂的这个兔笼有一点比较这个遗憾的就是它没有冷靴口哦，各位可以看到它没有冷靴口哦。那我们就加一个冷靴口，磁吸的哦。那当然这个也可以加装在这个补光灯，也可以加装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微单上面里面，也都可以使用。其实这个运动相机的配件还是要看各位的需求，以及我自己本身的需求。我本来也刚买的时候，也1个多月以前也认为说，不必买那么多套件。结果工作的时候有用到，然后反而觉得这个比较好用。然后手机有时候，因为我们作业环境有时候要戴手套有时候要脱手套，戴手套你按手机又触控不了又造成误触有时候有拍到，有时候又没有拍到不管是拍照片或者是拍影片，都会有这种困扰。那这种按压式的按钮加上它有提示音非常的大声，那就不怕说又误触了。有时候按一下，结果是按2下开始又结束这就造成很大的困扰幸好在作业当中有在用挂的运动相机胸挂式的背带这样，还有第一人称视角那我觉得再加买这个头带来使用，会比胸带的视角更方便，因为你头会上下左右的转动，那所有的角度都可以拍到，都可以录到。那第一人称胸带的就比较没有那么角度，没有那么多样性OK， 那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谢谢，拜拜。